它是台湾第一支联合兵种营编装部队，它是台湾陆军编制体制改革的实验部队，它被称为中山部队，它就是装甲第586旅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纵观台湾现如今的数个现役装甲旅中，单从总体编制上来看的话，大体可以分为装甲542旅、装甲584旅、装甲564旅和装甲586旅这4支部队。其中代号中山部队的装甲586旅作为台湾第一支下辖联合兵种营的部队，其部队的实力究竟如何？该部队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？台湾中山部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。1961年，台湾陆军第9师师长在新的装甲营营区大楼剪彩之时，为了纪念国民革命军装甲兵于南京组建后，并以南京近郊中山为名，由此开始了装甲兵历史。随即将大楼的名字定为中山楼，而其麾下的装甲营代号也因此被取为中山部队。1962年11月，鉴于兵力规模与编制变换的考虑，陆军第1军第728营随即奉命和陆军第3军第722营、第8军第707营等3个装甲骑兵营正式合并改编为陆军装甲骑兵第208团。1970年8月，出于台湾嘉禾1号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，陆军装甲第2师下辖的一个炮兵营奉命划入装甲骑兵第208团战斗序列。1980年5月，出于台湾陆军1号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，在陆军步兵第333师炮兵第1331营、陆军装甲骑兵第208团第752营、陆军步兵第234师战车第776营、陆军步兵第292师战车第781营等部队划入装甲骑兵第208团编制后，遂奉命在台中竹子坑改编为陆军装甲独立第86旅，下辖旅部连、装甲骑兵连、反装甲连、通信连、化学兵连、工兵连和宪兵排等直属部队外，还有战车第762营、装甲步兵第161营、战车第761营、炮兵营和支援营等。台湾中山部队的前身得以诞生。1986年7月，出于种种军事原因，装甲独立第86旅奉命调往台中后里七星港营区驻扎。1999年4月，出于台湾经时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，陆军机械化步兵第109师装甲步兵所属的第176营和战车第781营在奉命划入装甲独立第86旅后，该部队遂在后里正式改编为陆军装甲第586旅。而早先的第9师装甲营也于同年10月奉命改编为第19师指挥机构。台湾陆军的装甲第503旅、装甲第351旅、装甲第586旅等部队均归属于第19师指挥机构管辖。2005年7月，装甲第351旅在其他部队合并之后，遂正式改编为陆军机械化步兵第269旅。2007年1月，随着装甲第503旅被正式撤编，中山部队随即成为了装甲第586旅的代号。2019年9月，出于台湾精粹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，在台湾有关高层的主持下，陆军装甲第586旅遂奉命正式组建联合兵种营。该部队也因此成为台湾陆军第一支实施可视战力项目，改编为联兵营的试点旅，以及第一支联合兵种营编成部队。而这种联合兵种营编制也可简称为联兵营，是台湾陆军根据可视战力计划，将7个打击旅以联合兵种营方式重新调整编组的一种新型编制。而此项计划的实施，除了装甲586旅外，还包括了装甲542旅、装甲564旅、装甲584旅、机械化步兵第269旅、机械化步兵第234旅、机械化步兵第333旅，以及代号虎啸部队的官渡指挥部。陆军装甲第586旅为驻守于台湾台中市的陆军部队，隶属于第10军团指挥部战斗序列，前身为陆军装甲独立86旅。其部队代号因纪念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始于南京，所以取了南京近郊中山为名，用来象征装甲兵历史悠久的精神。该部队的军事主官为1名少将旅长、2名上校副旅长。现如今的陆军装甲第586旅人员编制约为4200人，其主要装备为美制 M60A3 坦克、云豹装甲车以及美制 M109A2 自走炮等。下辖位于湖南营区的旅部连和通资作业连，以及保修连和工兵连各一个。
除此之外，还下辖驻扎于七星岗营区的2个战车连和火力连、机步连、战斗支援连各一个的联合兵种营第1营。驻扎于后里南营区有2个战车连和火力连、机步连、战斗支援连各一个的联合兵种营第2营。驻扎于西屯平顶营区有2个战车连和火力连、机步连、战斗支援连各一个的联合兵种营第3营，以及驻扎于后里南营区的1个炮兵营。除此之外，各个联兵营还增设了一个由针刺导弹排、反装甲导弹排、迫击炮排和狙击排等组成的火力支援连。其每营营部同时增设了海军、空军、陆航联络官以及 UAV 无人机图资分析官等。装甲586旅徽章上的红、黄、蓝3色象征步、战、炮3个主要战斗兵科和装甲兵的诚、爱、热的传统精神。中山象征着该部队在功绩卓著的同时，还传承着这光荣历史。12块履带象征着装甲兵做人处事的12项风格，2道闪电代表行动迅速和通讯灵活的作战理念。作为现如今台湾的多兵种联合作战部队，装甲584旅的旅部直属单位都是旅部所下辖的成建制部队。其中，旅部是整个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心，旅部连在平时负责后勤支援，担负起旅部的各项行政与文书工作，而在作战时会担负起组织旅部指挥所的任务。为了应对高山地区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，以达成紧急救援受困人员的情况，陆军第10军团每年会按照超前部署、预制兵力、随时防救的紧急处置灾害指导，于每年冬季时期将陆军装甲第586旅部队调往合欢山五岭营区驻扎，以此担负起冬季期间的救援任务。且如果地方民众有需要，台湾可以随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。除了装甲586旅的所属兵力和2辆 CM21装甲车紧急调往合欢山的五岭寒训基地外，还会紧急派遣陆军航空第602旅的 CH-47运输直升机、UH-60M 黑鹰通用直升机、空军救护队的 EC-225、S-70C6、UH-60M 黑鹰直升机等空中力量，协助受灾区域进行人员撤离、物资运输和伤患运送等紧急救援任务，以此确保受灾民众的生命安全。现如今，作为台湾第10军团的主力部队之一，装甲586旅一般会在驻扎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，战时则会成为作战区域内的反击部队，保证作战区域的安全。在执行作战任务时，不仅担负着作战区域内的反进攻、反空降、反渗透和反破坏的紧急军事行动，而且会在发生自然灾害后作为地区应急救灾部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，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别忘了给一个关注，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